要打台湾不是武功，因为习上台以后10几年做的所有事全失败了。咱们讲过什么雄安新区，什么海南特区，就是习近平干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成功的。那他这么伟大领袖要无限续杯，要成为独裁者，他不得有一个光辉的业绩让大家敬仰吗？总不能是全中国现在几百个纪念馆都放着习近平用过的杯子、习近平用过的椅子、习近平用过的麦克风、习近平看过的书啊、习近平摸过的什么玩意儿，这个东西哪有不是武功啊？所以习近平在位的时候，如果把台湾打下来，那就光辉灿烂，那就给他写下，他就可以统治中国了。很可惜，军队的认为打不下来，跟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也有130、140公里，这么宽的地方，它不像打乌克兰。我们中国的海军登陆会成为无限大的难题，因为只要美国可以轻易把海峡封锁掉，什么都过不去，没有人过去，你怎么能叫打下台湾？只能叫轰炸台湾。不一样，国内不会开放民营射击场的，不会，但是国内已经给所有的预备役人员跟民兵发放统一的训练制服了，这应该知道啊，由这个武装部管理，给所有的预备役和民兵发放统一的武装训练制服，这是没有的，文革以后没有的。那这种制服就预示着要进行扩军的一个准备了，要对这些东西进行更深刻的一个管理了，这个大家应该知道，好吧？还有什么？对中共在大量的抛售美债，然后用美元去稳定人民币的价格，所以中共现在的美元手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少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局，但是它不稳定，问题更多啊，它只能现在搁着。美元现金当然能买，要买了。我讲过很多次，能买美元一定要买，放在家里比人民币值钱多了，一定要买。会跌，现在不是会不会跌的问题，是现在中国肯定要乱。大家有时间看看我以前讲的6大火药桶，后来我又加了一个啊，房地产啊。这个房地产不一定是快的，但是到明年年底之前肯定要出事。那6个火药桶爆一个就是死，中国要大乱，要出大事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不是稳不稳房价的问题了，跟大家讲讲啊，这房子有什么用的问题，到时候都会出大的问题。不是害怕，大家知道我从去年到今年按照时间按照节点跟大家讲会出的问题，你们如果详细的听了我1年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东西是不是准，是不是基本都实现了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讲讲，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关键课题。哎呦，国家很大呢，中国还有13亿的小粉红。跟大家讲讲啊，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统治下，这种欺骗，这种这个强控制洗脑，这种歪门邪道的这种引导下，中国每个人都很短视。中国人是特别短视的民族，就看见眼前的利益。他不是养了一堆精英，养了所有的人民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举棋不定的小崽子。所以当中国整体要崩塌，经济下降，收入下降，吃不上的时候，您放心，没有忠诚度。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有忠诚度。中国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忠诚度，包括他拿政府财政豢养的那8000万人，那8000万甭管是公务员，甭管是事业编，甭管是军队，这个里面绝大部分人，当他自己切身利益，一个地方政府，甭管你是市里面、省里面、县里面的人，你连续半年没有工资，所有利益都不能得到保障，而且不停的清查，不停的政治学习给压力，你也没有忠诚度。体制内的人也没有忠诚度，出了问题在后面传的闹的一样是有。这个国家在这种体制下没有忠诚度，知道吧？台湾是我说过，军委中央给军委有文件，但是能不能打看博弈结果，最后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中国没有忠诚度啊！中国现在真的要挨揍了，真的因为打台湾被人家侵入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国家一多半人都是汉奸，都是带路的，大家都希望推翻中国，墙倒众人推，都希望，哎呦，把现在中共推翻了以后，在未来新的利益中获得自己的收益。你们在国内的人想想，你们身边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？他们现在相信所谓的共产党，但是真的因为共产党某种程度开始倒塌了，坍塌了，而有另外的势力进来的时候，你看看中国有多少人马上就过去抱大腿，绝对比解放战争、比
二战的时候多，马上就过去傍大腿，希望在新的势力干掉中共的时候获得自己新的收益。而且这种傍大腿的大部分都是太监，都是中共现有内部人员。最坚固的堡垒一定是内部推倒坍塌的，一定是，放心吧。软化是不是内部矛盾咱就不知道，反正确定打的这个事儿是肯定要打了，好吧？黄金你就是带不出来啊，最好换美元、英镑，好吧？如果不行换 USDT、USDC，换黄金也是但是黄金你不好携带，而且买入卖出价在中国是个大差价啊。其他的东西资产是1分钱都不值，在中国真正出问题的时候，资产真的是1分钱都不值，你主要带不走，哪有什么资产呢？哪有什么资产呢？房子肯定是要崩塌的，因为维系不住，他拿什么维系得住？跟大家讲讲啊，满2为1，满5为1，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。对于很多人在钱不多的情况下，利的时候还是会选择满5为1去卖。这样子的话，它第一个价格可以降很低，第二个自身损失少。而中国以前跟大家讲过了，近5年截止到2022、2021、2020、2018、2019、2018年，18年到22年这5年卖出的商品房占改革开放以后卖出商品房的总数的54%，听明白这个数吗？也就是54%是2019、20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这5年卖出的房子，那这5年的房子到23年才开始18年的叫满5为1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二手房的抛售狂潮刚开始，你未来才看得见中国二手房的抛售狂潮，那个数量的房子出来以后，你才知道中国有多少房子在等着去卖。房地产市场拿啥去拱，拿啥去捧，根本就做不了，好吧？做不了啊！什么限购啊、限售都没有用，因为太多了啊，太多了。一线会只是它跌的晚，肯定会暴跌，好吧？肯定会暴跌啊！一线也会。美元存大陆渣打银行在大陆有存人民币存款业务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你愿存呗，搁自己手里多好啊！为了挣利息呢，你就存，能存渣打那你就存，好吧？比亚迪销量这么好，怎么解释？这个问题看我以前的资料你就知道了，比亚迪都卖给谁了，好吗？政策指令，你再看看7月份比亚迪的销量，还像你想象的吗？你去网上查一下比亚迪空格辞退员工就知道了。如果它销量好，它就不会在7月份开始大规模各地方辞退员工了，因为它销量好，它得多增加人，增加它的销售额。那为什么开始辞退啊？各地方网约车政府相关指令购买的数满了，比亚迪车的质量特别差，知道吧？特别差，不管是低压油箱也好，还是它的油箱所在于位置也好等等，这种车放在国外都是很危险的一个表示，撞车了以后会出大的问题。比亚迪都是油电嘛，很多都是油电混动的，它油箱所置的位置是有大问题的啊，这个着火电也有问题啊，特别是油箱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比亚迪是一个政策性的一个产物，但是能维持多久，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啊。三次大战，三大聊不了，今天就这么多，看大家不问什么问题了。都存美元方面最好在境外，好吧？都存美元方面，大家不问什么问题了。